Hello，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那学习中文的朋友呢，一定听说过 HSK。HSK 它的中文呢就是汉语水平考试。那 HSK 这三个字母呢，分别就是由下面几个汉字拼音的首字母组成的，分别是汉语的汉、水平的水、考试的考。那这其实呢，就是跟比如说英语的雅思啊，法语的DEF 啊之类是差不多的，就是评估汉语学习者的汉语水平的一种考试。那我在网上看到过，基本上呢，如果用欧洲标准来看的话，HSK 1到6分别就是 A1 到 C2 的水平。那就是说HSK 1和2呢，就是汉语的初级水平，分别代表的是 A1 和 A2。然后HSK 3和4呢，就是中级水平，代表的是 B1 和 B2。HSK 5和6呢，就是高级水平，代表的就是 C1 和 C2 了。原来我的法语呢只有 HSK 4的水平啊。那怎么知道自己的汉语到底到达了哪个水平呢？除了去参加汉语水平考试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那在就是汉语水平考试的考试网站上呢，对每一个级别是这样划分的。我在这儿呢就不说HSK 1和2这两个初级水平了，因为如果你看我视频的话呢，你肯定已经超过HSK 2的水平了。那HSK 3呢，它是这么说的，就是如果你通过了 HSK 3，就说明呢你能够用简单的汉语进行日常生活和工作，还有当然包括学习。那 HSK 4呢，就是说能够在各种情景下运用汉语进行口头和书面表达，并能够阅读一般汉语文章。那如果你考出了 HSK 5的话呢，就表示你能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等方面运用汉语进行高水平的交流和阅读一些高水平的文章。那如果你是通过了 HSK 6的话，他说是能够进行高级水平的汉语交流，并且能够读懂复杂的阅读材料。那其实这些标准呢说出来，我们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到达了什么标准。因为比如说像什么叫一般的汉语文章，什么叫高级的高水平的交流，什么叫复杂的阅读材料，这些都是很难界定的。下面呢，我就尝试用几个例子来帮助大家了解同样一个话题，拥有 HSK 3到6水平的人，他们会怎么来表达呢？比如说，你想聊一聊周末的安排，那 HSK 3水平的人，他就会说，周末我想去公园。那 HSK 4水平的人呢，就会说，周末我想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比如说看电影或者去朋友家玩。HSK 5的人呢，就会说，周末我想通过安排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来平衡工作和生活，比如锻炼身体、参观博物馆或者去旅游。HSK 6水平的人，他会这么说，周末我想通过安排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动来提升自我，拓展视野，比如参加志愿者活动，学习新技能，或者探索异国风情。再比如，你想表达想去北京旅游的愿望，
那 HSK3 的人呢就会说，我想去北京旅游。而 HSK4 的人呢就会说，我想去北京旅游，看看那里的名胜古迹。HSK5 的人呢就会说，我打算在这个周末去北京旅游，那里有很多名胜古迹和历史文化。北京的名胜古迹不仅有天安门广场，还包括故宫、颐和园等。那 HSK6 的人呢就会说，我渴望探索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我希望通过旅游来增长知识，拓展视野，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北京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世界著名的名胜古迹和古代建筑，是一个值得一去的旅行目的地。我很期待在这次旅游中感受到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感觉复杂好多。偷偷告诉大家，其实上面的例句呢都不是我写的，而是我在一个叫 OpenAI 的网站上面问 AI 的。AI 的中文呢就是人工智能。我觉得这个网站还是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可以输入自己的问题 ，HSK3 是什么水平呢？或者怎么用 HSK4 来表达我想去北京？当然，你也可以问一问，比如说怎么提高我视频的点击率啊？如何让我的视频更受欢迎等等这样的问题。那有些回复呢，还是挺让人觉得惊喜的。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最后呢，我还问了 AI 2个问题，就是如何用 HSK3 到6的水平来表达爱一个人和恨一个人。那爱一个人呢， HSK3 的人会说我爱你，这是最基本的表达。而 HSK4 的人呢会说我很爱你，你是我的最爱。HSK5 的人他会说我对你有强烈的爱意，因为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那最高级的 HSK6 呢就会说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人，你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最后一句还是挺让人心动的。那表达恨一个人呢， HSK3 的人同样是最基本的表达我恨你。那 HSK4 呢就会说我很生气，因为你做错了事。HSK5 就会说我因为你的行为感到失望、愤怒和恶心。HSK6 的人呢就会表达的更复杂一些，他们会说我对你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慨，因为你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人，但是你却背叛了我，这让我对你产生了深深的恨意。其实我觉得 AI 的回复呢还是比较符合 HSK 各个级别的水平的，你们觉得呢？在听过今天的视频之后，你觉得你在哪一个水平呢？欢迎在留言里面告诉我。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